非常非常厉害的麦当劳跟星巴克。哇，我知道为什么它漂亮了。哇，我的亚洲味。嗨，大家好，我是泽令。大部分的人提起拉丁美洲旅行，可能会先想到墨西哥、秘鲁、玻利维亚，但今天我想推荐一个去年的旅行中我非常喜欢的地方，就是瓜地马拉。它是台湾的邦交国，所以台湾人去是不用办签证的，而且我觉得非常适合女生独旅。如果你有看上周的影片，应该会知道瓜地马拉有一座目前非常活跃的火山 Fuego， 每20到30分钟就会喷发一次。那如果没有的话，请你一定要去看。但瓜地马拉可不止如此，通常大家爬火山前后都会待在一个叫做 Antigua 的古城，它曾经是瓜地马拉的首都，现在也被列作世界文化遗产。原本以为只是小小待个1-2天休息，但我真的还蛮喜欢这个地方的，就决定多做一支影片跟你们分享。如果你看了上周的火山影片，看完这支你会更理解为什么我这么喜欢瓜地马拉了，可能就不小心买机票了。那大家就跟我一起看看这座被火山包围的殖民古城吧。满满的 culture shock 中，看到这一刻，突然真的觉得好感动哦！就是原来世界这么远的另一端，你以为完全不同文化的东西正在发生这么类似的事情。大家，我现在刚落地瓜地马拉，然后跟你们说，这支火山的影片呢，我原本是打算开爬前或是到那个小镇才开始拍的，但没想到我刚在飞机上直接看到我即将爬的火山跟我要主要看的那个Fuego火山已经在喷发冒烟了，所以我赶快就是用手机记录一下，然后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现在心情其实蛮兴奋的，因为哇，它真的很壮观，然后这里的地形其实很平，然后就看到那个山超级高大。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台湾人来瓜地马拉其实算是蛮轻松的，因为瓜地马拉算是台湾的少数的现在拥有的邦交国了，所以是免签的。我们就是从这边出来嘛，然后等一下要去的小镇叫做 Antigua。这边有一排的那个公司，然后这边马上就有一间，你看大大的写 Shuttle Service Antigua， $20一个人，应该算是一个公定价，真的不用觉得来中南美洲旅行很困难，大部分的时候跟我在东南亚是差不多的，然后在机场工作的人呢，其实也都会说英文。在Fuego火山脚下坐落着一座宛如时光停留的城市 Antigua Guatemala。它是一座与火山共存的殖民古城。Antigua 成立于16世纪，曾经是整个中美洲的殖民首都。它一共被 Fuego、Agua、Atacanango、Pacaya 4座火山包围，直到被一连串的大地震摧毁城市后，首都才被迁往今天的瓜地马拉市。也正因为如此 ，Antigua 保留了大量的西班牙殖民时期建筑、教堂与石板街道，整座城市后来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也成为了背包客、健行者、艺术家，甚至是数位游牧者的落脚处，也是大部分的人来爬山前后会选择停留的地方。The traditional food here is pepiam. They call pepiam, so it's a red soup. Red soup. Yes, okay. It's a red soup. Choose with chicken or meat. You can go another place. It's the famous Starbucks. Is very different. So okay. Yeah. McDonald's and Starbucks. Okay, yeah. 来，在我出门前呢，快速的跟大家开箱一下我这次住的地方。房间对，非常的可爱，然后我很喜欢它的窗户是这样子半圆形的。这里呢是一个很舒适的阳台。重点来咯，准备好咯。你们看，火山景
超级漂亮的火山景，而且完全没有遮蔽物，就是这样子在这里。这间呢叫做 Blue Moon Hostel， 它其实是一间青旅，但是它也有像我这样子的双人房。是我独旅的时候，我喜欢住自己的房间，但是住青旅，就是所以我就可以跟这边的人交到朋友。我原本呢对于 Antigua 这个地方呢，我对它的心理准备其实只是它是一个我爬火山前稍微休息一下、放慢脚步的地方，所以我没有想到我会是一个这么漂亮，然后我一看就这么喜欢的地方。在瓜地马拉的第一餐，我觉得这个一定得拍。给你们看我今天的晚餐，是瓜地马拉的最有名的传统料理，好像是炖汤。以我们的台湾人高标准来说，这边的汤到底有多好喝？这间店呢叫做 La Casa de las Sopas。我的亚洲味。这个汤呢是清甜到一个不行的。你可以喝到它的牛骨的甜味，哇，非常的浓郁哎！我天哪！它里面是有牛肉，然后有一堆蔬菜的，非常好吃。中美洲这边待现在已经第4个礼拜了，真的很想要喝好喝的汤，因为它除了牛肉之外，有红萝卜、有马铃薯、有玉米、有南瓜，然后浓缩了各种蔬菜的甜味跟肉的甜味。这间店，我觉得我有可能会再来。现在是我在 Antigua 的第2天早上，我会长得有点奇装异服呢，是因为我这次呢带着我要来开箱的 A1， 就是一台3菱的空拍机，来拍这个镇上最有名一个地标，就是我面前的这个 San Catalina， 对，圣卡特丽娜的一个拱门。那这个拱门会这么有名的原因呢，我马上给你们看。它的正前方，你们看到吗？直接就是阿瓜火山。这个钟楼有多出名到呢？现在是早上6点，超级多人已经，然后也有人在这边拍婚纱，大家都会来这里拍一些非常可爱的照片，好可爱哦！如果想要拍到顺光的火山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早上来 ，OK。我要来开箱传说中非常厉害的麦当劳跟星巴克。我呢刻意的就是没有去看 Google Map 的照片，因为我想要留给自己一些惊喜。来咯，对，我们到 Mike Cafe 了，它就是有保留了古建筑的一些内墙，觉得主要的应该是庭院。各位，你敢信？这也是麦当劳！哇，我知道为什么它漂亮了。等一下，你各位看哦，这里直接就有 Fuego 的火山，就是直接在这个麦当劳的咖啡厅里。哇塞！在这边还有跟麦当劳叔叔一起拍照的座位，那里还有喷水池，这边还有几个麦当劳里面的角色，还有游乐设施，怎么那么可爱？我觉得有一种麦当劳乐园的感觉。我现在呢来到
安提瓜这边的一个教堂，然后今天呢会有一个他们宗教的游行仪式。这个活动呢叫做 Traslado， 对，然后中文翻作圣像游行。就是现在要发生的事情呢，就是这一间教堂呢会把他们的神像请出来之后，游行到另外一个教堂。然后再绕一圈这个小镇再回来，这个场景真的跟那个小琉球的迎王祭非常的有即视感。当时候也是超级多人都在庙的门口，然后等待神明的起驾。这件事情发生的比我想象中还要安静跟神圣，满满的 culture shock 中，我不知道原来天主教也有像我们台湾的这种把神像就是带到街上绕一圈，然后再带到另外一个教堂，再带回来这件事情。迎王祭的时候不是有跟大家分享，就是很多居民就是在路边跟神明就是祈祷啊，这边的人也是哦。瓜地马拉这一区大家很敬重的一个神像，然后他们把他请出这座教堂到另外一个小教堂做客，就是有点像是让两边的神像可以聚一聚，然后也让那边的信徒可以来会这位大家很尊敬的神明。看到这一刻，突然真的觉得好感动哦！就是原来世界这么远的另一端，你以为完全不同文化的东西正在发生这么类似的事情。像这样子的圣像游行是很少见的，就是它主要会发生在瓜地马拉，然后中美洲跟西班牙的部分的地方，只有那些有保留非常传统的天主教氛围的地方才有的。因为安提瓜是瓜地马拉的以前的首都嘛，然后当时候也是被受到西班牙的殖民文化影响非常非常大的地方，然后它被殖民的时间有长达400年之久。但他们是说呢，瓜地马拉的像这样子的圣像的游行是会举行的比较频繁跟盛大，对。然后我也是真的很幸运可以见证到这一刻，对。所以大家要记得哦，你去任何地方旅行的时候，一定要问问，最近有没有什么有趣的节日、仪式、节庆？有时候是真的会在，就是你没有预料中发生的。接下来来到传说中世界最美的星巴克，彩绘非常的漂亮哎，内装是蛮漂亮的，但我猜比较厉害的应该还是庭院。看一下，中庭长这样，非常漂亮，我很喜欢它有很多的植物，而且它有很多不同一间的。Starbucks 也太会了吧！真的是一个让我跑了这么远，还想要待的星巴克推荐大家，如果来瓜地马拉，可以来逛逛他们的星巴克跟麦当劳。那其实除了星巴克、麦当劳之外，安提瓜还有很多很好逛的小店，设计都非常有当地特色。每天早上我都会去不同咖啡厅吃早餐，也有非常多超有特色的酒吧。像 Las Palmas 每天晚上都有现场音乐演出，会有很多当地人在这里跳salsa，不会跳也没关系，单纯来这里感受气氛也是超级好玩。还有一个市场叫 Central Market， 你会看到真正当地人会买东西的地方，看到什么都不奇怪。对了，市场里的炸鸡摊也超好吃。那市场旁边还有一个巴士站，你会看到中美洲非常著名珍奇斗艳的巴士，每一台都长得超特别。不一定要搭也没关系，但我觉得巴士站值得去逛逛，但要小心随身物品哦。因为想留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所以这些地方我都只有用手机简单的记录，但又觉得不跟你们分享实在是有点可惜，所以就决定还是放进正片里了。建议你们如果来到 Antigua， 可以多留一点时间给自己闲晃，你会找到属于自己的惊喜。哇，大家，我发现我昨天看到的好像是一个小 case。我从来没有那么靠近的看过耶稣的神像。哇，而且你们看，它上面甚至是已经卡到那个电线杆了哎，跟我在那个
我在哪吗？我在我的青旅的门口，他们就这样子经过。This is super impressive. It is. It's amazing. It's amazing. Does this happen a lot here? Yes, normally yes. this one This town is really religious, so yes, most of the time there is activities like that. And this one is bigger or it's normal? That's bigger. This Yeah, one's that's the bigger, biggest one. right? Yeah. 今天的这个游行的规模呢，比昨天大非常多。然后后面是有乐队的，很壮观！我天哪！他们会铺上花毯，是因为他们想要用最美丽的道路来迎接他们的上帝。对，所以就是家家户户都会在他们的家门口用花，然后跟一些其他的东西铺成漂亮的花毯。然后这也跟圣经的故事有点关系，很美很美的一个传统。跟大家抱歉，这支 Antigua 的 vlog 影片会结束的有点突然，因为游行结束后，我决定度过一个很悠闲的一天，好好筹备隔天要爬山的能量，所以后来就没有再拍东西了。其实这个小镇我原本只打算放在火山影片前的少一段，但待了几天忍不住就拍了一堆东西，也觉得这是个就算不爬火山也值得来认识的地方，所以就决定单独拉一支影片出来了。这次前后大约待了5天的时间，好拍，食物好吃，好逛，好买，也有不错的夜生活。重点是跟很多中南美洲城市比起来，这边治安超级好，晚上我自己走在路上也是没有问题的，算是一个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好地方。那在 Antigua 之后的行程，我去了瓜地马拉最有名的火山，超近距离的见证火山爆发，是几乎所有来 Antigua 的人都会造访的地方。这支火山影片已经在上周上片了，记得还没有看的人一定要去看看我此生目前看过最壮观的火山。那最后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喜欢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个喜欢，可以把影片分享给你所有喜欢旅行的朋友。留言告诉我中南美洲你最想看什么国家的影片，我会继续用我的双眼带你们探索世界。也要记得订阅不只是旅行，开启小铃铛哦。我们下支影片见。